这个靳哲呀，几次3番要求召开干部会议，研究陈家碧的问题。他要召开，那就召开好了。现在周经理和小蒋他们都在外边，靳哲的实力不可小看。于总，真理可是赤裸裸的，他会使人震撼。看你这样，真像古战场上的花木兰。好，他既然点将，那咱们就应战。若是在战场上，泄密者可是要杀头的，所以陈家碧必须开除。我同意。同意。于总，同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半数。靳总，如果要按照票数的多少来定真理，那古代的那些科学家们可大都是谬论者了。齐经理，票数的多少毕竟是民主的体现呢。如果要讲民主的话，那就等所有的中层领导干部来齐了再说。齐经理，我提醒你注意，有些个事情是不能等的。好了，关于民主与真理的讨论，今天就不讨论了啊。今天是就事论事，各自谈一下自己的见解。秦主任，你一言不发，是不是想一鸣惊人呢？于总让我负责调查这件事情，我也开始工作了，对这件事情也有了初步的了解。初步的了解能有多少发言权啊？有了了解，我就有发言权。现在我想说上几点：一，泄密确有其事，陈家碧只是有嫌疑。仅有嫌疑而已吗？对，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二，我对靳总的这种调查持反对意见，他是在诱供。秦主任，那只是你个人的成见。我承认我们采取了迂回的手法，但我们直接去问，将什么也得不到啊。你这种方法就是错误的。如果陈家碧聘请了律师，那这个律师会告诉你，你是违法的。违法？我不明白。我们公司的有些人扮演了不该扮演的角色。说白了，靳总、李云生，你们的方法就是错误的。错在哪里？大家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：盗窃科研成果，那可是刑事犯罪。靳总和吕云生不向公安局去报案，自己却扮演起了警察的角色。秦主任，小题大做了吧？事关一个人的名誉和清白，还有我们公司重要的研究成果，这怎么能是小题大做呢？我们公司内部完全可以自行解决的事情，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公安局呢？你们能够自行解决吗？你们除了针对一个证据不足的陈家碧之外，这些天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秦主任说的对，我们关起门来做事是不明智的。秦主任，你有什么提议啊？陈家碧只是有嫌疑，可以让他停职反省。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交给公安局去处理。陈家碧已经报案了，公安局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，他们已经开始秘密的调查了，据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。我敢断定，就算公安局介入，陈家碧也逃不了责任。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谁向盗窃机密的人敞开了技术部的大门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李主任，如果你这个负责人不同意的话，这个同行怎么可能进入你们技术部的大门呢？可我怎么知道？你这是托词。你是技术部的负责人，你怎么会没有保密意识呢？而且你也没有提醒你的员工要注意小白。我现在还知道一件事情，你们技术部所有的人都已经接受了小白的购物券，也包括你。
啊，这回我要惨了，秦先生已经把火烧到我身上了，而我是主任，逃不掉的责任。别上火，云生，领导人的责任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是有差别的。有靳总给你挡着，大不了接个过啊。可公安局如果找不出直接责任人，我就惨了，我是首当其冲啊。放心吧，云生，不管怎么说，陈家碧的嫌疑也是最大的。如果公安局查出来是他，再好不过了，我们当然大获全胜了。即使查不出个结果，那他这个最大嫌疑人的帽子也是摘不掉的。对，我们就咬着他不放。老林，你怎么看？我想，这件事我们确实做的有些失之草率。为什么？由于公安局的介入，我们无话可说。而对于陈家碧而言，公安局做出的结论，对他来讲只会有利，不会有害。这又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不相信陈家碧会泄密。说实话，我对陈家碧没什么恶感，人家工作上是把好手，人又老实。林光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这是我的心里话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为什么老拿陈家碧当敌人呢？老实讲，这违背我本意。算了，都别争了。放心，靳副总，想法归想法。我知道，咱俩毕竟是老朋友了，对吧？那我走了。公安局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说是真相，这几天就会大白。这个小白呢，就是那个窃密者，他是有前科的，说他的账上还有一大笔钱，可是来路不明。公安局的人说，马上就会破案。你肯定陈家碧绝对没问题吗？家碧这个人，你别看他平时不太爱说话，但是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，他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既然，咱们公司内部分裂的问题十分严重啊。内部分裂可是非常危险的，正所谓祸起萧墙，您不得不防啊。重点在哪儿呢？5个手指头拢在一起，可是有力的拳头，我们把它一个一个的掰开。这几天不大对头，他们好像背着我在做什么事儿。他们是在针对你吗？不像，他们可能在密谋让陈家碧回来。云生，你不是有几个可靠的手下人吗？他们这几天都有点不对劲儿。怎么会这样？说实在的，靳总，这一段陈家碧没来上班，大伙的研究课题全都陷入了僵局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秦其然打的主意。他什么高烧不退、停职反省，只是造成陈家碧不来上班的借口。他用这个空档，让你们技术部的人明白过来。对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这样的女人，你怎么能不为之心动呢？喂，是我。你和李云生过来一趟。好的。技术部所有的